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与君初相识，迪丽热巴沉浸式演技，让观众喜欢上纪云和了。迪丽热巴霸气化身九尾，大杀四方，男友力爆棚，让人直呼好绝。任嘉伦则以一场极具感染力的哭戏，看得人心疼不已。这一幕诀别的戏码中，是纪云和迪丽热巴和常艺任嘉伦虐恋的转折点，是全剧的高潮所在。纪云和为了能够让心上人常艺摆脱顺德仙姬的控制，在两人一同逃亡，陷入绝境的时候，他狠下心肠，口口声声说他是在利用真心，想要让常艺抛下自己，甚至为了能让常艺彻底对他死心，还一剑刺穿了常艺，将他推下了山崖。他自己则留在山崖上，孤身迎敌，为他争取时间。真是个傻姑娘，你这样，常艺只会更心痛。虽然明白纪云和只是一个虚构时空的主角，却真的拥有让人心疼的本事。纪云和一开始确实是带着目的来接触常艺，然而在哭笑不得的朝夕相处中，他同心上人成为了一对双向奔赴的恋人。不过，因为顺德仙姬的关系，两人都为了守护双方，陷入困境。原本纪云和以为转机会出现在林浩清身上，可万万没有想到，自从林浩清当上了万花谷的谷主，他不但没有按照自己的约定让纪云和出谷，甚至还要强行将他留下。也是通过这次冲突，纪云和才知道了一个真相，原来是仙师逼迫林苍兰给投靠万花谷的人下寒霜，还会定期派张仙使前来送解药。为此，林苍兰当年假装投效仙师，偷偷却一直没有放弃，费尽心力寻找破解寒霜之法。后来他发现的仙和天仙合力能控制寒霜，他就和青书联手找人试炼，结果那些试验品都相继死了，只有纪云和撑了下来。林苍兰一心想要利用纪云和破解寒霜，彻底摆脱仙师的控制，重振林氏。谁知道他终归还是死在了寒霜之下。纪云和得知真相，自然很是气愤，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会是一个试验品，甚至如果他执意要带着常艺走，他最多只有1个月可活。偏偏顺德仙姬实力强大，即便是3人联手，都不会是顺德仙姬的对手。而此时，顺德仙姬已经来到了万花谷，决定将常艺带走。鲛人天性桀骜不驯，他想要这样一个难以驯服的宠物，来彰显自己的身份。可训了这么久，到最后，这个鲛人只会听纪云和一个人的话，这让高高在上的顺德仙姬如何能忍？他狠狠鞭打纪云和，试图让常艺乖乖就范。常艺屈服了，他跪下认错。纪云和，云和，这个坚强豁达的姑娘，一生都想要自由，她没有得到。可如果常艺能重获自由，那么她生命最后的价值，只会是成全常艺。最后的生命，她真真切切珍惜着。凡间是个好地方，中秋节是个热闹的节日。纪云和带常艺一起去赏灯，一起品尝糖蒜，一起去钓金鱼，一起系上红绳，一起在许愿树下许愿，一起看漫天火树银花。这是多么快乐的一对恋人！可面对他们的即将是无法控制的离别，纪云和拜托林浩清带常艺离开，他要独自回去面对所有腥风血雨。醒来后的常艺拼命挣脱结界去找他心爱的姑娘，谁料鲛人心爱的姑娘举起匕首将他刺伤，砍断手腕上的红绳，狠心将他推下悬崖。然而他不知道，已经时日无多的纪云和独自对上无数追兵，陷入生死血战。真是一对比惨夫妇，实在是太让人心疼了。心疼纪云和的坚毅果决，心疼常艺的纯净不屈。与君初相识结局，迪丽热巴复活变男孩，仙姬因爱生恨变大 boss。与君初相识更新到现在，女主的要人本质越来越清晰了。先是被谷主师傅当成试验品，之后又被仙师当成要人，连仙姬也要联合研究女主。女主迪丽热巴已经好几集没换掉带血的旧衣服，被转了好几手之后，竟然还要被男主继续囚禁。而女主被试验的最终结果，竟然从仙人到半妖到全妖，最后复活成了男人。女主千变万化像并非中了泰国传统异能，而是无论什么科学怪人见到女主都会忍不住研究一下。原本肥鸟以为变男人的桥段不会拍出来，结果片花里女主就自带路透男孩装扮。虽然迪丽热巴演俊俏少年没有违和感，只不过跟任嘉伦还要组 CP 磕糖，难道变成兄弟情之后更好磕吗？如果说女主的究极进化是被动当试验品的结果，那么最终大 boss 仙姬就是自愿被 PUA。
唯爱疯魔。虽然与君初相识主要角色都是奇葩朵朵，但最有特色的还要数仙姬，没有之一。剧中仙姬是天帝的姐姐，仙师的徒弟，地位尊贵无比。仙姬要求所有人都要臣服于她，然而自己只是仙师的感情替代品而已。仙姬只是为了取悦仙师，就要抓男主，剁掉男主的尾巴做漂亮衣服给仙师看。结果仙师看到鱼尾做的衣服震怒，仙师祸害男主就为包皮做衣服。男主女主这是造的什么孽啊？仙师只是因为仙姬长得像自己爱着的师傅，就无条件宠要仙姬。然而脸替总有一天还是会觉醒的，而经历过毁容，看清仙师真面目之后，仙姬就把仙师给吸干了，也算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永远在一起了。作为天帝的姐姐，本性本应该是纯良的，但从小跟着仙师骄纵妄为，仙姬走上毁灭，算得上仙师一手促成的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。